据说2020年3月27号，首架静力试验机呢已经在某航空工厂交付，但当时飞机上的发动机的位置却空空荡荡没有安装。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舟700计划使用的 PW150C 发动机被加拿大断供了。当然，它幕后的黑手就是美国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对中国的国产发动机大家都非常关注，尤其是航空发动机。那么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款国产的军用发动机已经成熟，配装在了先进战机上。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涡扇10系列的动力系统，它不但装在了歼10、歼11上，现在呢，它的最新改进型已经配装给了歼20。我们国家还有2款20系列的飞行器，一个呢是运20重型战略运输机，那么它的动力系统开始也是采用的进口的方案。那么现在呢，运20的总师宣布，运20已经开始采用国产发动机，而且是2型。那么推测一下，这2型是哪2型呢？一个是涡扇18，还有一个是涡扇20。那么这2型动力系统都已经配备给了运20，它的运输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改善，起码新发动机比较省油，使飞机的航程比较远。那么还有一款，那就是直20从首飞开始用的动力装置就是国产的。可见我们在军用发动机的领域近年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，但是和军用发动机相比，目前我们的民用航空动力系统依然存在着比较大的短板，很多动力呢需要依靠进口。比如说我们的国产大型商用飞机 C919 上面使用的发动机就是由美国的公司提供的，而由中航工业西飞公司设计的新舟700新型支线客机，它的动力系统也采用的是进口货。最近有消息说，新舟700这款支线客机的发动机已经被断供。那么这款发动机来自哪里呢？来自加拿大。新舟700是一款新型的载客60到80人之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支线客机，它以涡桨发动机为动力。那目前呢，涡桨发动机比较先进的是加拿大的普惠公司。新舟700当初选定的是加拿大普惠公司生产的 PW150C 发动机。那么自立项以来呢，这款新型的支线客机呢已经发展了若干年，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具备了首飞的条件。据说2020年3月27号，首架静力试验机呢已经在某航空工厂交付，但当时飞机上的发动机的位置却空空荡荡没有安装。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舟700计划使用的 PW150C 发动机被加拿大断供了。当然，它幕后的黑手就是美国。2020年11月，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修改了出口管理条例，在其中呢，这增加了新的军用最终用户的清单和第一批实体清单，这里面就包括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。西飞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的一个机构，所以它也就成为了美国限制对象。因此呢，加拿大只能乖乖地顺从美国，不能向西飞提供 PW150这款发动机了。这又出现了一个卡脖子的事件。那么这次能卡住吗？前面说到，我们现在的军用发动机，特别是大推力军用发动机，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，陆续装在了我们国家先进的战机、运输机和直升机上。新舟700这样的民用支线客机，它采用的动力系统能不能也跟着国产化呢？我想这种卡脖子对我们来讲可能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影响不会太长远。还有运七飞机，这些轻型的支线客机我们都在生产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动力系统也在研发。你像运七动力装置完全是国产的，新舟60、新舟600可能要依靠进口，但只要经过我们努力，完全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呢，实现用国产发动机换装进口动力系统。
这么一个目标。新舟700现在还处于最后的研发阶段，现在断供了，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新的手段和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碰上了，但是最后经过中国航空发动机人的努力，而且现在经过改进改型，发动机的功率呢在不断提升，这个平台的性能呢也在不断的改善和进步。无论是军用发动机还是民用发动机，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克服困难，取得成效，为中国的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安装强有力的、安全可靠的中国芯。可以说，现在距离那一天已经不远了。其实呢，发动机产业啊是一个大的配套体系，这里面牵扯到设计、材料、结构、工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。无论是军用航空发动机还是民用航空发动机，它们很多的技术是共通的，虽然指标要求不一样，但是你只要掌握了最核心的技术，那么其他的都可以顺理成章的推进下去。既然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开发出大推力的小涵道比的军用发动机，以及大涵道比的军用发动机，那么在此基础上，经过努力，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民用飞机提供适配的、可靠的、安全的动力系统。当然，这一点还需要中国航空发动机相关的企业不断的努力。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前景。那么，这样的前景应该说离我们已经不远了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